张医生啊，当出现症状需要明确诊断时，现代医学又有哪些利器？特别是大家既害怕又很重要的肠镜，它到底有多重要？我们该如何正确的看待它呢？好的，我们知道有一句古话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准确的诊断则是有效治疗的前提。现代消化病学拥有丰富的检查手段如同筛查兵不同的装备用于探测肠道的这个内部战场的不同情况了解它们，能帮助我们消除恐惧积极配合诊断。第一个就是结肠镜这是诊断结肠疾病的金标准与治疗利器。它是什么呢？就是一根纤细柔软可弯曲的电子内镜前端呢装有高清的摄像头，从肛门进入，可以依次观察直肠、乙状结肠、降结肠、横结肠、升结肠，直至盲肠，也就是全大肠的观测。部分情况下呢，它还可以通过回盲瓣进入末端的回肠。它能做什么呢？第一是诊断功能在直视下观察黏膜有没有炎症、糜烂、溃疡、息肉、肿瘤、憩室以及血管畸形，清晰度是极高的。第二是治疗功能这也是其无可代替的一个优势。发现息肉当即就可以进行息肉切除术，我们叫 ESD 或者 EMR。发现出血点呢，则可以进行止血。发现早期癌症可以行内镜下的黏膜剥离，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ESD，从而实现微创诊治。再就是活检功能，对于任何可疑的病变都可以前取微小的组织送病理检查，则可以确诊疾病的性质是炎症还是肿瘤，良性还是恶性从而作为最终的诊断依据。那再就是关于无痛肠镜可以通过静脉给予短效的安全的麻醉药物，让患者在睡眠中就完成检查了，全程是无痛的，而且没有记忆。在检查结束之后也可以迅速苏醒极大的提升了检查的舒适度和接受度。那对于紧张、恐惧或者对疼痛敏感的患者是极佳的一个选择。然后是肠道准备，在检查前我们要服用清肠剂通过排空肠道的粪便，这也是确保检查质量安全。清洁的肠道呢，会让医生发现更加微小的病变。必须严格遵守医嘱进行肠道的准备。第二就是粪便的检测，这是更加便捷和无创的筛查哨兵。我们叫 FIT，粪便免疫化学检测。检测粪便中人类血红蛋白的特定成分，用于筛查结直肠癌和进展期的腺瘤。它的特点呢，就是无需特殊饮食准备灵敏度也很高，特异性也很好。推荐呢作为一般风险人群的一个初筛工具。但 FIT 阳性不代于一定会患癌，它只是一个警报，就提示您必须到医院进行结肠镜的检查，以明确诊断。进一步要检查了。是的。然后是粪便 DNA 检测检测粪便中的脱落细胞是否含有与结直肠癌相关的特定基因的突变和甲基化标志物。它的灵敏度呢要高于 FIT， 但是它的价格也更加昂贵。它同样不能代替结肠镜的一个诊断地位。但相对于结肠镜来说，它们都是无创的，不需要通过侵入式检查。再就是其他的粪便检查，比如说钙微蛋白、乳铁蛋白检测，也有助于辨别结肠的炎症性疾病与功能性疾病。第三个就是影像学检查观察肠道的全貌与周边环境。我们会做 CTC 虚拟肠镜，就是 CT 下的结肠成像，通过腹部 CT 扫描进行3维重建，模拟出结肠内的一个图像适用于无法完成结肠镜检查的病人，比如说严重的肠道狭窄，或者病人就是无法耐受肠镜的情况。那最大的局限就是这个不能取活检，也不能进行治疗，而且对于扁平息肉基本上是检出不了的。而且腹部 CT 和腹部核磁呢，主要是用于评估肠道病变的分期比如我们已经在内镜下发现了肠癌，那进一步对病人进行分期就需要做 CT，观察肠壁的厚度、周围的淋巴结有没有远处转移，一般就是肝转移或者肺转移。对于制定肿瘤的诊疗方案是至关重要的。而且对于炎症性肠病，核磁呢还可以清晰地显示小肠病变的范围、狭窄的情况以及瘘管。然后是小肠镜和胶囊内镜它主要就是用于探索胃镜和结肠镜都难以达到的神秘地带。
也就是小肠啊。胶囊内径如同一颗药丸大小啊，里边有一个摄像机，吞服之后呢，随着肠道的蠕动，它会拍摄数万张的图像，也是无痛无创的排查小肠内的肿瘤、出血、克罗恩病。如果存在小肠的活检或者治疗呢，则需要进行气囊辅助的小肠镜侵入式的检查。感谢张医生这么清晰的这个武器库的介绍啊！我为大家呢梳理一下关键的点。肠镜呢，就是目前查看大肠内部情况最清楚、最全面的手段，既能看又能治。特别是能当场处理息肉啊等等这些小的一些这个发现的一些肿块啊，可以说呢防癌于未然。接着呢就是一种叫做粪便检测，比如说 FATE 啊，它就像是一个方便的预警雷达，适合每年做一次的这样的初筛。如果报警了，再去找肠镜这个精兵去查明真相。还有呢，就是 CT 呀、胶囊内镜呀等等，则是重要的补充，用于查看肠道外部分期或者探索小肠。其中，肠镜的核心地位那是最为重要的，也是不可动摇的。然而，大家对于肠镜的恐惧仍然是最大的障碍。张医生，针对这些普遍的恐惧和误区，您能否为我们一一击破，告诉大家真实的肠镜是什么样的？当然可以啊。消除恐惧最好的方式就是了解真相。我们可以来直面几个最常见的误区。第一个误区就是肠镜检查痛苦的要命，我绝对受不了啊。我们要澄清的就是这是过去式的老肠镜、老的肠镜或者个别的体验留下的印象。那如今的技术呢已经完全不同了。首先我们有无痛肠镜无痛肠镜的普及已经让痛苦成为历史了在经验丰富的麻醉医生的护航下，就像睡了一觉，检查就完成了其实还挺舒服的感觉就是。其次，即使你选择了普通的肠镜那因为随着内镜器械的改进，还有医生操作技术的纯熟那对于大多数的患者，主要就是通过这个充气之后可能会有一些腹胀感对于过这个肠道的弯道的时候会有一些牵拉感那并非难以忍受的一个剧痛就是这个痛是可以承受的，是的，都是可以耐受状态下的而且将肠镜与极度痛苦划等号这个是一个需要更新的观念第二个误区就是我的身体很好，没有任何不舒服没有必要去做肠镜遭那个罪对这也是我们需要澄清的这是最为危险也是最需要纠正的一个观念绝大多数的结直肠癌在早期甚至几乎所有的这种癌前病变，它都是没有任何症状的。肠癌的症状，也就是这个便血、腹痛、梗阻，它往往都是中晚期的表现了。筛查的意义恰恰就在于没有症状，就是健康人群。对健康人群做肠镜，才能筛出来潜在的一些沉默性的病变。这样才更容易早期发现。是的，我们国内外所有的权威指南都建议，一般风险筛选人群应该从50岁开始就接受结肠镜的筛查，而不是说出了症状再去检查。是的。那这个筛查是通常多久做一次呢？对于一般来说，50岁以上你做一次，如果没有任何问题，10年之内不用再做第二次。但假如说肠镜底下发现了有问题，那1年之后必须要再做一次。有问题是指有息肉，比如说发现了息肉，发现了病变。是的。好。那第三个误区就是我们要喝清肠药又难喝又伤身体还拉肚子，受不了。我们也要对这个做一个澄清清肠药的口感和方案也在不断的优化那近年来有这种低容量分次服用的清肠药而且已经成为主流了饮水量呢已经大大的减少，口感上呢也有很多的改善，它只是通过短暂的导泻作用清洁肠道，药物呢几乎不会被身体吸收，对于健康人而言是非常安全的短暂的腹泻只是为了换取一个清晰的视野，让医生能够发现毫米级的微小病变，避免漏诊这也是确保检查价值所必须付出的一个短暂的代价，而且没有什么太多的不舒服第4个误区就是做肠镜有可能会把肠子捅破这太危险了。那这个我们要做澄清因为结肠镜是一项非常成熟的安全的医疗操作是由训练有素的内镜医师进行操作像刚才说到的穿孔捅破肠子这种严重的并发症
会有发生概率，但发生率极低，通常会低于1/1000。那对于我们三甲医院的优秀的这种内镜大夫，他可能在职业生涯中都不会碰到这种情况啊。而且他的获益是远远大于风险的。因为恐惧这种极低概率的风险，就拒绝筛查。那等于去主动承受未来高概率的一个疾病风险。那这从逻辑上，还有从这个健康经济学的角度上来说，都是不合理的。刚才张医生您对于肠镜的这个澄清啊，真的是让人茅塞顿开啊！原来我们对肠镜的这个恐惧呢，大多数是来自过去时的，它是一些过时的印象和对无症状的误解。事实上呢，无痛肠镜可以很轻松的就完成了。正因为没有症状，才更需要它来发现潜在的风险，这不就是我们常说的早期发现，对不对？清肠呢，也只是一个非常短暂的准备，在专业医生的操作下呢，肠镜也是非常安全的。把肠镜当成一次保护自己的健康体检，而不是一种负担，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建立的新的观念。